来优酷 YouTube 频道看《你好呀，我的橘子恋人》，有英语、越南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、泰语字幕和配音版哦。点击右下角加入会员，和我一起追剧吧。我只是乘着孤独的帆向逃亡，我只是往中找寻的与你发着光，慢慢向我走来。你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藏着繁星，童话的秘密，美梦的香气，我只想拥有你的呼吸。在你没出现之前，我以为我的未来满是孤单，是你让我相信时光荏苒，爱永远灿烂。爱弥漫星空，让你降落怀中，给你我的梦，要和你在一起，和春天游戏，躲夏天的雨。我无法形容，就像是一场梦，我多么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有你的笑脸，就请你陪在，请你陪在我的未来。谢叔，哎，以后这些工作，全部都交给星庆。少爷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不是机器人吗？单手就能拎起30公斤，愣着干嘛？干啊！等等。这一个一个的搬到什么时候啊？得一块搬。你看你还能干嘛？星期五，没看到那边还有那么脏吗？可以打扫一下。我不是你的小可爱吗？你一直这么指使小可爱干活？你是小可爱吗？存储能力那么差的机器人，还不如用来干活。你看小陈那么累，还不去帮帮他？早知道就不给你按表情了。还有，这里打扫完之后，上书房整理。如果你一直让我干活的话，我很快就会没电。没电？你是怕累吧？怕累的话，就赶紧想想昨晚发生了什么。不然趁现在承认我是人类吧，就现在表白吧。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你没过敏。那你为什么会对人过敏？因为谎言。
谎言？因为被亲近的人欺骗过。人类就是一个满嘴谎言、充满欺骗的物种。不过你不一样，星期五，只要看着你的脸，看着你的铁胳膊铁腿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样，我置身人群都不会犯病。星期五，你是不会骗我的吧？当然，我不会骗你了。别以为跟我卖乖，我就不会使唤你。你看这儿这么多灰，还有那个卡片城堡，你弄到的，你就必须给我重建，充满欢愉的，直到你想起昨天晚上的事。好。这边还有那么多落叶呢，还有这儿，这一大堆落叶，看到了吗？来来，我眼前的人发着光，轻轻一句话就拂走我过去的所有委屈、沮丧和悲伤。明知道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后就会消失，可我竟贪心的想把这光芒留在心中。如果一刻能永远留住，该多好。瑞莎尔，问你个问题啊。哦，我有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朋友，他第一次跟女人约会，约的看卫星轨迹。你觉得这个约会怎么样？你有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朋友，你说的就是你吧？说重点。从一般恋爱流程来说，不怎么样。为什么？会不会有点太自我了？看卫星轨迹怎么自我了？哦，就我喜欢看吗？我也喜欢啊。教授，你这说的不还是你自己？那你没有什么改进余地？就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女生喜欢什么？老师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！你为什么突然对女生感了兴趣啊？我是为了完善星期五，毕竟星期五是个女性。教授，星期五不用你教，有大数据库。今天的天气不错的。
白月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老大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摘花。你这身儿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我想你的实验室需要一些颜色，顺便过来让你见见我。见着了。帮我摘些叶子吧，配起来才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问你，花好看吗？绿叶好看，多摘点绿叶。派送，一切正常。准备吧。星期五，站起来试试。这是在检测肢体稳定性吗？你还挺专业的。那是，我之前啊可是听过一个很厉害的演讲。谁的演讲？不告诉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Kiss time。你这种话跟谁学的？电视里面学的。我们再测试一遍。星期五，调整姿态，后退，停，坐下。机器人能有什么错？是忘不掉的人才有错吧？因为是机器人，所以才会不稳定，才会出错，记忆都会删除。我到底为什么要为难他？罗本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全世界范围内终于找到了第二例和你一样的病例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个病人啊，在瑞典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他的人类接触过敏症已经痊愈。而且他痊愈的关键，就是因为他的恋人苏珊。准确的说，正是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，才使他痊愈。所以在你身上，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这个病人，我会持续的跟进。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家待着，好好和你的机器人相处。痊愈的关键是恋人。那么星期五对我来说是恋人吗？不过我也确确实实是因为他而痊愈了，人爱上机器人。播放剪刀手爱德华。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一模一样。看来，人爱上机器人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吧？反而是因为这个，显得更加唯美。
星期五。你好，陆森先生，欢迎您。怎么不叫主人呢？我现在运作的是 Master 版本的最高体质。这里只有你一个星期五，对吧？阿尔法小组目前制作的星期五只有我一个，即使是克隆，功能也会完全相同。所以，你就是我的星期五。如您所见，是的。那你要怎么证明？不相信别人的人，终将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。那昨天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您说的是昨天与你接吻的事情吗？你果然都记得。所有数据都备份在您的专属文件中，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提取。你为什么要亲我？在电视剧中给出的信息里，如果出现浪漫氛围，就是 kiss time。所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我很享受与您共度的时光。那如果别人成为你的主人，给你输入内容，你都会这样？是的，星期五会为所有人提供服务。我们不等老师真的好吗？他停完车就回来了。我是吃饱喝足了啊，回去美美的睡一觉。睡什么睡啊？星期五还得调试呢。谁最后一个到，谁收拾。哎，王大月，你等会儿。刚才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你。傅阳，你说，如果把星期五还回去，陆森他会发现我们在骗他吗？可能吧，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那也许我们可以跟他坦白呢。你看，星期五马上也就要修好了，也不影响投资使用。我们这样就不用担惊受怕去欺骗他了。我知道，一个谎言说久了，你内心挺煎熬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只有利己关系的时候还好，一旦渐渐接受陆森成为朋友，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你知道陆森的过敏，他拼命地留住星期五，是因为只有他看到星期五，和星期五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才不过敏。我知道他有过敏症，我也查过了，他是人类过敏症。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发过病，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跟他说真相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发过病，是因为他一直拿你当一个机器人。你能想象一个谎言戳破之后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不能。他一直说星期五是他唯一的解药，唯一。万一连唯一的解药都失去了呢？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星期五尽量的像你，才能降低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。珊珊，我需要你去模仿星期五，星期五也要去模仿你。也许只有这样，
对陆森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这难道是命运？所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我很享受与您共度的时光。那如果别人成为你的主人，给你输入内容，你都会这样？是的，星期五会为所有人提供服务。一个孩子。是怎样的魔力？我到现在都还清清楚楚的记得，可是你却跟我说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，你不只是听我一个人的话，也不只是只为我在心里留了房间，可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记忆，现在只对我一个人有意义。那些秘密 ，Remember every moment, never forget every moment。修好了啊，差不多吧。但是你和星期五的语言系统差异过大，我担心星期五的人工智能黑盒里面生成一些不必要的信息。人工智能黑盒？人工智能里面有很多未知性，所有的这些未知性统称人工智能黑盒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只能多次的全面测试星期五，以排除 bug。那星期五可以完全像我吗？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太丰富了，想要完全像你不可能。那怎么办？珊珊，我们现在就得创建一个过程，你得让自己尽量的去匹配星期五，引导卢森慢慢接受真正的机器人。而我们呢，也会让星期五努力去学习你的数据。3年之后，我们就进行交换，好吗？看，这就是机器人的迟滞感和机械感。机器人说话是非常官方的，不会像人说很多废话，所以你要努力的去完成星期五的指示。毕竟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让陆森接受真正的星期五。是啊，陆森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机器人。珊珊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谢谢。是说什么谢谢啊？干你活。奇怪。
现得越像机器人越好，清楚地记住你是机器人，你是星期五，你是没有感情的。忘记之前的一切，你要引导他接受真正的星期五，这样才是对他好。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的吗？我不问，你就不答，是不是？主人，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呢？我现在在笑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心情不好？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你。是，深度学习观察样本数据，一直是你的工作。不管是谁，你都会观察他，不是吗？也不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笑，还是因为叔叔叫你笑你才笑。为了给主人更好的陪伴，我会根据主人的心情给予当下的反馈。无法识别主人表情，请问是否需要呼叫救护车？你是真的都不记得了是吗？那天我在陆森家看到的星助理，他明明就是真人，为什么聪明绝顶会说他是机器人？世上真有如此逼真的机器人？陆森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不对，星助理明明就是个真人，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，有问题。一定有什么问题。怎么可能呢？一点信息都没有。不过这倒和陆森的路子有点像。穿这件吧。你喜欢就行。他们没有怀疑你吧？当然没有，我就是真人。觉悟不错，来。你是记得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主人，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。你是在提醒我，不应该纠结一个机器人的眼神，对吗？不应该因为一个机器人会听所有人的话而生气，
不应该在意。一个机器人忘记了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记忆。你给我输入！你给我输入！我们以后不再是朋友，你只能开启运营模式。好的，主任。那我现在先去收拾书房，你有事再叫我。不用了，你回实验室吧。我还有电。回去，明天也不要再过来了。要迟到了。喂，舅妈，怎么了？珊珊，你今天有空没有啊？我跟你舅舅啊都加班，有个事儿想拜托你。结合上次的检查呀，我发现他对花生、番茄、鸡蛋清，甚至是皮产生过敏。这样啊，你带他先去拍个片子去啊。好的。小朋友，跟姐姐一起去做检查可以吗？走吧。现在呢，过敏源已经控制好了，我再给你开一些应急的药物啊。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一定要远离过敏源。虽然发生急性休克的概率并不高，但是安全起见嘛，我再给你开一个肾上腺素的注射器啊。哎，医生，知道在过敏症中有对人类过敏的吗？对人过敏？好像有这个案例，但是发生的几率非常低。几年前，有一位英国女性就对她的新生儿产生过敏，她只要抱她的孩子，身上就会长疮。我们把这个叫做孕期类天疱疮。哎，那除了对婴儿，对所有人都过敏的那种？这种我倒是没有接触过。那位孕妇后来怎么样了？治好了吗？这种孕期类的天疱疮呢，几个月以后它会自然痊愈。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带她到专门的医院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复查结果很不错，你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。不是说了吗？下次出门可以试着不戴手套。上次在游乐园的时候我试过，
但现在星期五不在。哼，又开始跟我炫耀你的星期五。今天怎么没带他来啊？怎么了？机器人出问题了？没事，他很好，一切都像以前一样。那你这是？问题是，他怎么可以和以前一样？因为他，我的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，他却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他能让你感觉到喜欢不就好了吗？可是我想让他发自内心的喜欢我。Robert， 你不会指望一个机器人给你真正的爱吧？你要知道，你跟他建立的只是一种信任关系，他可以陪伴你，可以给你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安全感，这也是让你变好的关键。但你要明白，只有真正的人类，才能给你真正想要的幸福。可这星期五就能带给我幸福？那是假的，是假象。你知道真正的人生伴侣是什么样的吗？是彼此之间非常默契，但又永远出乎意料，而不是像星期五这样只会听从指令。那种自己的心脏只为那一个人跳动的瞬间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感受一次。可是为什么听你这么说，心里反而更想他？那是因为你一直和这个机器人待在一起，你一直和他待在一起，你通过他来训练和人类接触、和人类交往。不可否认，星期五打开了你封闭的大门，但你更应该走出去，走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去，走到真实的人群当中去，明白吗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跟他并不是爱情？当然不是，Robert， 你必须要尝试去爱上一个真正的女孩，真正的女孩，而不是一个机器人。爱的真，并不代表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。你的出现就像开了一盏灯，爱的深，不如爱的诚恳。你的吻驱散寒冷，唤醒了每个沉默清晨。没尝过孤独的滋味，